15億現金被挖出，許家印前妻還在狡辯，沒有轉移任何資產。熟悉丁玉梅的人都說，她為人有兩個特點：一是低調，二是善人。說的低調是因為即使老公貴為中國首富，外面都在傳許家印的妻子是一位姓楊的女士時，她依舊不願拋頭露面，繼續選擇躲在許家印的背後，低調的做富家太太。直到2018年，95歲高齡的許父自覺來日無多，想要落葉歸根時，丁玉梅才第一次暴露在媒體的聚光燈下，陪同老公在許家老宅裡吃了一頓忆苦思甜飯。當媒體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這位藏了35年的首富太太，想搞清楚她的背景時，得到的卻只有恆大官方的一句回應：丁玉梅女士出生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隨後，丁玉梅又迅速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說她善人，是因為有一次她突襲了位於恆大總部42樓的內部會所，平時能夠出入此處的只有許家印本人及商務部的相關部人員。在目睹了裡面的情況後，丁玉梅還能一臉淡定的離開，這讓一旁慌張不已的員工感到驚訝。即便這樣，許家印仍能在員工大會上得意洋洋的宣稱，他和丁玉梅的夫妻關係可以做所有恆大人的榜樣。正是憑借這兩點，讓他能夠在恆大暴雷後悄無聲息的離婚，並且最終坐上了飛往海外的航班。到了海外後，丁玉梅甚至演起了苦情戲，說自己交不起倫敦豪宅的房產稅和物業費了，向法院申請從冻結資金中取一筆錢出來維持生活。原本以為這樣就能騙過債主，誰料隨着追討範圍的擴大，一筆筆藏在天涯海角的巨額存款陸續曝光。目前查清的一共有4筆，第一筆是存在加拿大皇家銀行的1億加元，第二筆是存在瑞士銀行的5760萬美元，第三筆是存在新加坡賬戶中的7100萬美元，第四筆是在一座偏遠海島泽西島上的67萬英鎊。4筆巨款加起來竟然有15億之巨，足夠他交1000年的房產稅和物業費了。這麼看來，丁玉梅的如意算盤是把巨額存款拆分成小份，散落到全世界各地。這麼做的好處是，即使香港法院判他要為恆大欠款負責，債權人也沒有精力和時間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的申請執行。最初這個策略非常奏效，当債權人拿着中國、香港和英國的凍結令向全球各大銀行申請配合凍結賬戶時，得到回復大都是需要本國法院同意後才能執行。全世界有200多個國家，上萬家銀行，打完所有的官司，先不說時間有多長，但是訴訟費就是一個天文數字。眼瞅着丁玉梅以及許家後人将繼續在倫敦過着幾輩子不用發愁的生活時，債權人乾脆來了一招抓大放小，向香港法院申請允許他們在泽西島、直布羅陀、加拿大、新加坡4處提起訴訟，先凍結15億再說。一听消息，丁玉梅徹底慌了，她的律師團队大聲辯解說，要讓丁玉梅女士一人面對4場訴訟，程序上存在不公。此外，丁玉梅還通過律師之口強調自己從未轉移過任何的財產。事情已發展到了這一步，還在狡辯，可見債權人這一刀確實砍在了他的要害處。香港法院自然沒有採信丁玉梅的說法，迅速批准了債權人的請求，允許他們在相關國家或地區提起訴訟，以凍結其名下的財產。可以預見的是，新加坡、加拿大、瑞士、澤西島只是開始，未來追討的範圍還將擴大到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直到覆蓋所有有可能藏匿資產的國家為止。估計現在丁玉梅已經陷入了兩难境地，如果輕舉妄動的轉移藏在其他國家的存款，大概率會暴露，引來債權人的訴訟與凍結；如果按兵不動，又是在等死，追討的大網遲早會遍布全球。15億對於恆大2萬億的債務來說，可謂是杯水車薪，但是對於債權人來說，現在的狀況是追回一點是一點。更重要的是，不能讓許家人把爛攤子甩在國內，自己在國外過着衣食无憂的生活，這與錢多錢少無關，而事關社會的公平正義。這裡是率真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